过去3年呢，高房价再加上高房贷利率呢，让美国房产市场始终处于一种不活跃的状态，买家不太敢买，卖家呢也不愿意怎么降价，那成交量呢始终处在一个低位。但是进入今年呢，一些关键指标呢正在慢慢发生变化。那我们先看利率，根据房地美1月15号公布的数据呢，美国30年期固定房贷利率已经降至 6.06%， 这是最近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在过去1年的9月、10月还有12月，美联储呢连续3次降息，将联邦基准利率呢从 4.25 到 4.5 这个区间呢下调至 3.5 到 3.75 这个区间。虽然很多人会说6点多的利率呢依然不低，但是一个细节非常重要，那就是美国购房者自2022年9月以来3年没有见过 6% 以下的房贷利率了。那这次利率的回落呢，至少让他们看见了曙光。而房贷利率的下降呢，已经开始反映在成交端。美国房产经纪人协会 NAR 呢，于1月14号公布的数据，那数据显示呢，去年12月，也就上个月，待完成房屋的销售量呢，环比增长 5.1%， 同比呢增长 1.4%， 这是自23年2月以来表现的最好的一次。那这显示出美国这个购房的动能呢，正在积累当中。而在去年12月份的调查里呢，有超过 20% 的房产经纪人预计呢，未来3个月买家上门看房的这个数量呢，会同比上升。但这里要说一句很现实的话，成交回暖并不等于买房就变轻松了。从房价来看呢，凯斯席勒指数显示去年10月美国房价同比上涨 1.4%， 与9月呢基本上是持平的。那房价呢并没有明显下跌，但是呢这快速上涨这个阶段呢已经结束了，市场进入横盘整理。对于首次购房者来说呢，财务压力依然非常大。根据 NAR 的数据呢，美国首次购房者的这个购房年龄中位数已经上升到40岁，创下历史新高。那这背后呢，本质上还是财务的这个负担能力长期不足的结果。那聊完需求端，我们再看这个供给端。新房开发建设呢，并没有明显的回暖。美国建商协会 NHB 还有富国银行联合发布的住房市场指数显示呢，尽管去年12月建商的这个信心呢略有回升，但是呢整体上还处于低位。那不少开发商在面对这个劳动力还有建材成本上涨这个现实压力的时候呢，通过各种促销手段呢清库存。那 Reuters 网站首席经济学家 Joe Berner 他说到呢，这个即便今年市场呢有所改善，新房这部分的这个建设活动呢可能还会维持在较低的水平。那根据摩根大通的预计呢，今年美国大概还是需要130万套新的住房才能满足需求。那与此同时呢，房子卖得慢也改变了市场情况。Reuters 网站去年8月份指出房源在市场上停留的时间拉长呢，已经让不少卖家选择把挂牌的房源呢从市场上撤下来。那这反而减少了买家的在市场上的选择空间。所以回到最初的问题，那今年26年这个美国楼市呢，可能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比较温和的市场修复。那房贷利率呢可能会继续的缓慢下行，成交量呢逐步恢复，但是呢也很难出现大幅的反弹。那真正影响市场节奏的依然是2件大事。第一个呢就是就业市场是否稳定，第二呢就是美国家庭对于未来经济的信心。如果具体到南加州大洛杉矶地区呢，还要再加上一个变量，那就是26年呢，就今年呢，洛杉矶是足球世界杯主办城市之一，而在2028年呢，这里还将举办夏季奥运会。这或许不是一个典型意义上的抄底时刻，但是与过去3年相比美国房产市场呢，正在回到一个更加接近理性的区间。如果你正在关注美国房产，或者呢正在处于是否进场的这个观望阶段，欢迎你呢继续持续关注我们这个频道。我会继续基于最新的经济数据呢，梳理美国楼市在利率、成交还有供给变化背后正在发生的结构性变化，帮助你呢更好理解这个市场。我是孙思陶，关注美国房产趋势，用数据说话。如果你觉得这样的内容对你有帮助，欢迎点赞、关注，也可以转发给你身边同样在关注美国房产的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